2名潜水员在一个天坑内，正以每分钟30米的速度快速下潜。可没想到，在水下200多米的深度时，其中一人突然眼冒金星，然后整个人都抽搐起来。于是他不得不停止下潜，并赶快把自己绑在了下降的绳子上。大家好，我是申明。看过上期视频的朋友应该还记得，视频末尾有一个世界洞穴潜水的排行榜，那个名单并不全，但这不是重点，而是其中的第7名，也就是跟韩挺一起飙红的已故潜水员谢克·埃克斯利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而刚才这一幕就是谢克人生中的最后一潜——墨西哥扎卡顿天坑事故。扎卡顿天坑是墨西哥塔毛利帕斯州的一个喀斯特溶石坑。扎卡顿这个名字来源于漂浮在水面上的浮草，这些草并不会固定，它们会随风在水面上移动。扎卡顿因此得名，意为浮草覆盖之地。扎卡顿的坑口呈不规则圆形，直径约100米。由于地热活动的影响，水温从上到下逐步升高。1990年5月2日，美国潜水员基姆·鲍登和他的团队首次对扎卡顿进行了探索。当时他们估计这个天坑的深度至少有76米。1993年，基姆再次来到扎卡顿，这次还有2人加入了他们的团队，就是谢克·埃克斯利夫妇。谢克·埃克斯利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洞穴探险家，也被公认为是美国洞穴潜水的先驱，同时还被广泛认为是洞穴潜水领域的奠基人之一。谢克·埃克斯利出生于1949年4月1日，当时他刚过完45岁生日，他的职业是高中数学教师。谢克16岁就开始潜水，23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超过100次洞穴潜水的人。1974年当选为美国国家洞穴协会潜水分部的首任主席。在29年的洞穴潜水生涯中，他共进行了超过4000次潜水。谢克有着罕见的对淡麻剂的抵抗能力，是少数使用简单压缩空气完成120米开放水域潜水并幸存的潜水员之一，同时还是技术潜水史上第一个潜到240米以下的人。应基姆的邀请来到扎卡顿天坑以后，谢克进行了2次下潜，最深时下到124米，但仍然见不到扎卡顿的底部。于是他们决定改用绳索测量。经过多次的实验后，测量绳最终在339米处停止下落。339米是包含了20米的悬崖部分，所以天坑水域的实际深度应该是319米。这让2人感到兴奋不已，他们很快决定在这里进行一次深度下潜。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一个新的世界洞潜纪录也将在这里诞生。而当时的世界洞潜纪录还是谢克于1989年在墨西哥曼特河源头创造的，为264米。经过多日的准备后，4月6日早上，众人集结到扎卡顿天坑周围。参与这次潜水的成员共有6人，他们分别是负责下潜的吉姆与谢克，还有2名支援潜水员安与凯伦，1名负责近岸监控的安全潜水员玛丽，以及1名负责后勤的牧场主人马克思。其中凯伦是吉姆的妻子，玛丽是谢克的妻子。为了在下潜的过程中互不影响，吉姆与谢克将分别顺着2根绳索独自下潜，绳索的间隔约9米，固定在溶洞的北壁上。在正式潜水的前2天，他们已经在绳索的10米、40米、76米、100米、137米等5处挂好了减压和备用气瓶。2人将根据各自的情况，分别采用不同的气体计划、不同的下降速度和不同的减压计划。下潜时用的都是开放式多屏系统，具体要下多深各凭本事。目标估计也是冲着打破世界纪录去的。预计的下潜时间约12到15分钟，减压时间约9到11个小时。上午9点50分，吉姆与谢克跳入起源之河，他们将顺着河底的帕沙赫通道前往天坑。通道全长183米。之所以要从这里进入是因为天坑的地面与水面之间是一个20米落差的悬崖，从那边入水很不方便，所以这个通道就成了潜水员进入天坑的主要途径。进入天坑以后，2人在水下3米处停留了1分钟左右。接着吉姆第一个出发，他将以每分钟30米的速度下降。10秒钟后，谢克开始下潜，期间吉姆还能借助洞口的光线看到上方的谢克。3分钟后，吉姆来到水下91米处，他按计划将气体从压缩空气切换到氮氧氦3混气体，接着继续按每分钟30米的速度下降，但越往下能见度越低，2人几乎已经无法看清彼此的身影，只能依靠灯光判断大致的位置。7分钟后，吉姆下到了183米，他又按计划将气体切换成高氦低氧的底部混合气。之后，吉姆继续以每分钟30米的速度下降着，等到了244米的深度时，他才开始放慢下潜速度，这也是为了避免出现高压神经综合症，简称 HPNS。一般在大深度且下潜速度过快时就有可能出现。具体的症状我们待会儿再说。期间，吉姆还往斜上方看了一眼，因为这个深度的能见度很差，他只能隐隐约约看见谢克的灯光。很快，吉姆下到了274米，
可就在这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消耗的气体量远远超出了计划。如果继续下潜，那他的呼吸调节器就极有可能因为气瓶压力太低而停止供气。于是吉姆立刻给自己的 BCD 充气。终于在282米处，他止住了下降。吉姆再次切换气瓶开始上升。在此过程中，因为吉姆一直在监控自己的气体，所以他就没怎么关注谢克那边的情况。没多久，吉姆回到了137米处，那里是他的第一个停留减压点。可谁知道这里放置的减压气瓶调节器出现了故障，无奈之下，吉姆决定跳过这里，直接到下一个减压点再换气瓶。吉姆很快来到100米处的第二个减压点，还好这里的减压瓶是正常的。这时，吉姆也才有空查看了谢克那边的情况，他发现谢克绳子上的备用气瓶和减压瓶都尚未被使用，下方也看不见谢克的灯光。吉姆心想，谢克肯定比自己潜得更深，这会儿他应该还在下方。停留结束以后，吉姆继续上升，来到76米处，他将混合气体换成普通空气继续减压。在此期间，他向下望了望，发现谢克的灯光还是没有出现。吉姆觉得情况有点不对，因为按时间来算，就算谢克下到了洞底，这会儿他也应该上到第二个减压点了，可那边却没有任何动静。其实外面的人也发现了异常，而且他们比吉姆发现的更早。原来在两人下潜时，2名志愿潜水员就一直在观察水面的气泡。到了减压的时间点，他们发现气泡只剩1组。安与吉姆的妻子凯伦就按计划在47分钟入水去减压点查看。果然，他们在76米处只看到了吉姆一人。之后，安陪着吉姆上升到40米处继续减压，吉姆的妻子凯伦则浮出了水面。谢克的妻子玛丽当时正在悬崖边观望，她也察觉到情况不对，于是就下去询问凯伦。当得知丈夫的气泡没有出现后，玛丽立刻穿上装备跳入水中。她在40米处遇见了吉姆与安。玛丽在纸板上写道：“我要下潜到76米去找气泡。”说完，她就头也不回地顺着谢克的绳索下去了。可到了76米，发现丈夫还是没有上来。玛丽又下到85米处观察，可还是一无所获，甚至连气泡也没有发现。悲痛的玛丽只得上浮，她想出去找人来救自己的丈夫，所以就连减压也不做了。幸好在距离水面30米处，凯伦碰见了她。她发现玛丽泪流满面，就连面罩也歪了。凯伦查看了她的潜水电脑，发现她下潜到了85米，如果不减压，直接上去肯定会出现减压病。于是凯伦就抱住了玛丽，不让她上去。就这样，两人抱着在水下待了半个多小时才完成减压。几个小时后，警方与救援队赶到现场，可根本没人有能力下去搜寻，所以这次救援来得快，结束得也快。当天晚上7点左右，吉姆终于完成了9个小时的减压程序，他以282米的深度创造了新的世界洞潜纪录。但现场却没有一人感到开心，大家默默收拾完装备就回了住处。3天后，也就是4月9日，众人再次来到扎卡顿天坑。他们不是来打捞谢克遗体的，而是来收回2根下潜绳索以及挂在上面的气瓶的。而就在起重机吊谢克那根绳子时，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因为他们发现接近末端的绳子上竟连着一具遗体，那正是失踪的谢克。他呈蜷缩状缠在绳子上，气瓶内还有气体，设备也没有明显的失效痕迹。潜水电脑的数据显示，谢克的最大潜水深度为276米，而他缠在绳索上的位置也是276米。而且绳子的另一端好像是被故意缠在气瓶阀门上的，因此吉姆等人推测，可能在最后时刻，谢克已经预见到自己无法返回，所以就故意把自己绑在了下潜绳索上，这样当同伴回收装备时，就可以连同自己的遗体一起拉上去，同伴们也不用再冒险下来打捞他了。但可惜的是，谢克的遗体已经严重变形，尸检已经得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再加上受当时技术的限制，关于谢克的死因一直没有确切答案。而一些潜水专家给出了比较合理的推测，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高压神经综合症。它是指当潜水员在水下高压环境中时，尤其是下潜至150米以下的深度时，氦气会比较容易溶解进机体组织，导致潜水员出现氦震颤、肌肉痉挛性抽搐、嗜睡、视觉障碍、恶心、头晕等症状。在大深度时，这些症状都是很致命的。一般下潜的深度越大，下潜的速度越快，氦气的比例越高，就越有可能出现。恰好谢克之前在南非时就出现过高压神经综合症。据吉姆回忆，两人在扎卡顿天坑下潜时，谢克的下潜速度也要比自己的快。虽然不排除氧中毒、二氧化碳中毒，又或者是装备间歇性故障等问题，但综合来看，高压神经综合症极有可能就是造成谢克死亡的元凶。谢克 X 力对潜水界的影响极为深远，他对现代潜水的主要贡献，一个是建立了许多至今仍在洞穴和封闭空间潜水中使用的基础安全程序，另一个则是对章鱼装备的标准化，也就是潜水装备中的备用耳机头以及长短喉。
如今，无论是洞穴探险还是在开放水域，章鱼装置几乎已成为所有水肺潜水员的必备装备。谢克的去世对于潜水界来说也是一个重大损失。2007年到2012年，NASA 赞助的 DEPS 项目利用潜水机器人首次对扎卡顿天坑进行了全面探测，并成功绘制出了扎卡顿的3维地图。但在之后，再也没有人进入过天坑深处了。好了，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